到，其实仙雾梦这个赛季的跛脚羊选取率也仅只有8%了。他这个赛季我们从刚才的介绍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变招比较多的选手，使用的角色也会比较多，而且并不偏向于这种版本4大天王。而且现在的进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假装去找石头，我攒愿力。你飞行家一旦敢修，我突然过来，那个带着120愿力抓你3个龙啊，120吗？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去找狮子。那这波千万不能被找到啊！但是狮子这个好像也没藏脚印啊。先拉点再查。仙雾梦这边以为是原地蹲了，很聪明啊，狮子这一波。通常耳鸣也一直在给。其实狮子已经偷偷的溜走了。没错。然后磊磊在这里也一步给点3回头过来给耳鸣。是的，到了80愿力可以准备起追了，把板子破掉。愿力90了啊，100了，真就接近120了。一会儿，好，现在先用一个笼子，看一下这个背包过来化解一波，加一个悬停，然后再把自己钻笼子的这个冷却给拖出来。第一个笼子化解掉了磊磊，但是在空地，下一个龙没有道具就应该很难跟钻。有飞轮，再钻龙。其实这个笼子也差一点点，是差个1秒多的样子啊。但是没废掉的话，始终还是拿到刀，后面就没容错了，只有一个背包，看这个背包能不能操作一下。交了，飞到脸上，直接到脸上了，那感觉坏起来了。毕竟它是一个圈嘛，毕竟飞行家这个弹道比较随机啊，看看一招不慎啊。但是好在这一局是个闪现，周围也没有比较。不过冒险家在附近。冒险家这集可惜是没带化险为夷，如果带了的话，其实可以让他救一波。但是没带的话，只能让凌云过来。凌云过来，但是冒险家这边也没有事情可做啊，密码机还是耽误了。对，现在就光明正大的溜走。冒险家那边走了，去挖自己的第2张树叶，然后看一下，因为磊磊这边还有一个背包，能不能？不能，暂时不能。但是还有36，还有一波，对，还有教授，说不定教授过来的时候顺带给个鳞片，是这样，又有背包又有鳞片，然后拖个飞轮出来，有机会。好，来这边的话直接挂到木屋，木屋这边没有地下室，已经交流清楚了。挂木屋通缉到佣兵，凌云在那边去补密码机，星辰从那个2满1窗大房方向过来，好像有点被拦到了。这个地方作为教授来讲还是不太好救的。对，愿力特别多，100多。对，一个围楼，其实好像有人在偷人。是的，被通缉的凌云也是光明正大的过来去偷人了，但是这样的话密码机的进度还是会比较悲观的啊。状态。那个至少保证了，对，状态至少保证了，佣兵也没掉，帮忙拆楼，教授也没掉，给到一刀啊。那飞轮还差个3秒钟才拖出来那挂飞飞行家以后，其实倒也不用太怕，因为目前来说的话，2个满状态，1个半状态还是佣兵，还有2个护腕，一个传送，直接来找。这边是凌云，2个护腕能操作。是的，但是这个圈儿跟钻过来。继续钻，没办法，那这样的话，2手节奏续的还是挺快的啊。密码机冒险家把这个输液用出来的话，应该还差1台。感觉凌云这一波是不是还是躲一下好一点啊？就是不要在密码机附近嘛，被传送的一个靶子。对，他是被传送快速接近了。对，主要是如果说能够往远躲一躲的话，没有一个传送落点，然后再追一下，让这个仙雾梦找一找。星辰又被拦了。是，不过这波距离还是可以接受。鳞片好了就还好，对吧？就拼反应了。这波没有木压到。但是还有鳞片。一定的以前博弈空间。搏到了。但是你忘了什么？他是不是忘了什么呀？他是忘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在旁边蹲下，可能是把自己想象成了骑士。他想荣誉共鸣是吗？那这样的话，狮子就有点压力了，他要过来救援。先给狮子一小刀啊。
先接近，不着急，拖一拖教授的自愈，再给狮子一小刀。啊，那这样其实抓谁都 OK， 反正都在脸上没人修。连弹2个刀。但是还是击倒了冒险家。啊，保住了上挂飞的凌云。凌云这边直接弹呼万走。好，那看下一个围龙能不能操作一下，抢八字龙。但是还是没有击倒啊，再弹呼万。哎，这个呼万正好弹到龙字另外一边给回来了啊。所以说围龙它是个圆，是兜兜转转会来到你的面前。对，不管你往哪边出发，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啊。好，那这样的话，最后他密码机也补上了，但是传送也好了，所以也不敢修了啊。对，是差一点就差很多。是。存一存愿力，然后在追击的过程中盯一下那台大遗产机。已经在一台遗产旁边准备多修嘛，但是2个都没自愈了，只要击倒1个。再找。哎，开始除草。哎，但是狮子出来了，应该被传过去了，应该是。那这波就有点难顶了呀。击倒了，而且密码机刚开始修，那这样先牵起来再说。冒险家是有回光返照的。对，99，往密码机这边牵。走，星辰得极限操作。是。得挂这个。得救，触发化险为夷，再亮了吗？对，先亮，但是亮了的话，好像给自己加了一点压呀。加了点监管的攻击速度，还有这个攻击的伤害、移动速度。对，有拆不完的龙，关系还挺好。这波仙无梦确实也是消耗了挺多的愿力啊。这局的话，星辰这个包括最后这个亮密码机是吧？他自己没有回光返照，那决策上来说是出了点大问题的，出了点大问题。是。前期也开不出节奏，但是兔子的话呢，它的跛脚羊选取率也比较低的，11%的一个选取率。刚才仙无梦是8%，这两个选手都是不怎么去拿跛脚羊，相对来说都是喜欢第一回合直接后面再踹一脚。求生者一局可能要修6台密码机，是的，才有追4的面。是的，只要你的前期追击节奏不要被就是拖得太久，是吧？你时常总有踹出来的那一刻。好的，直接是往中场方向走。18这边的话呢，也往2楼去冲了啊。看这波积攒一下愿力，观察一下密码机，然后往2楼去跟吗？没有，选择进入了大房里。抓皮皮虾。对，但是皮皮虾的话也已经提前拉走了。那这样还得排一排。哎，被逮个正着啊！这个毒点的话，为什么不在建筑物后面呢？皮皮虾。他想偷的，他以为监管可能走板子那边去了。这边先给到1刀，然后前面的话龙字罩住12米龙过来，哇，好快啊！18偷过来要砸头。给他砸到了。那这样还能辅助一下。没错，而且很痛啊，感觉这个。至少带了距离直接过去追一下18，因为他的盾也是刚破。对，直接拆龙给到1刀。园丁好像有点自己遭不住啊，闪现马上好了。没错，下个围龙加闪现应该是能秒。这个龙子正好是架到了板子中间。那这样其实下了板就没那么好加护。对。那这个击倒节奏非常有说法，这一局去争一个4，等于是2人牵制，然后也没牵制起来，对吧？你看刚刚气象是刚淋了一场暖雨，是把自己状态调起来。不过这一局好在是化险为夷数量还是够的啊，皮皮虾那边有一个，守墓人这边有一个，在园丁虽然说吞了园丁一个，但是还有俩，这局还是有点机会走1的啊。对，看一下这个围龙，园丁这边也稍微能做一些。守墓人救人很快，所以可以压死一点的状态。无伤，再扛1刀。那园丁有装弹，还有后面的一个回响。对，看这个盾操作一下出来。没有，选择直接拆龙，然后往远倒算了啊。那倒个角落。是的，但是这一波还是没逼出来闪，还是挺难受的。这波放个龙子想召回来嘛，但是18的位置这边再续一个秒盾。那应该还是要再救一波。应该是能拍上一波。但这波的话，应该是要马尾过来救了，因为皮皮虾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状态也不健康，容易被拦。
马尾被通缉还是有点小难受的。如果刚刚没交那个龙的话，现在愿力100多，甚至马尾有可能不好救。对，救不下来了。但现在的话还可以。再卡血的话，其实就不太好救了。一个围龙，给到一刀，想趁他拆龙的时候打。这样的龙月过来。 椅子面前，路易消得很快。哦呦，但是还是搏到了啊！马尾这边打到2下路易身上，对，还是挺亏的。这边放龙要不要交闪了？走一个8字先续盾，对，然后把这个笼子拆掉。结束之前一个慢翻，前面的话还能再消耗愿力，但是现在愿力有点跟不上，一切感觉都是源于刚才空放的一个龙，对吧？要不愿力每一波都能续得上。 求生者这里也在调状态，守墓人淋上暖雨。是的，哦，这边放龙后撤震慑，那这一刀无论是有没有龙都要倒了。对，好，那这样的话也。飞以后就看外面的一个。对，其实节奏也挺缓过来的，我觉得对于成都记忆来讲，节奏似乎还能接受，目前来说。但是现在最好追的木偶是在脸上，他同样也是有回光返照的，想直接传皮皮虾。找到皮皮虾。 手里愿力，后撤，龙月过来，飞轮躲开，看一下这个强风能不能命中啊？是的，这边在笼子中心玩确实有点难受了啊！强风命中之后，笼子马上再烤，这一波啊有刀了，后撤过来拿刀。但求生者其实也多修了一台，是已经60多了，已经60多了。看一下这局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没有回光返照的伏笔一类的，因为追的这个人。 没道具也没有回光返照，对，也没有飞轮了，什么都没有，走一个8字。但其实吧，兔子一米想要4抓，这波不能死抓，死抓是冲3抓去的。是的，但是密码机现在已经够了。马尾那边也离大门非常的近啊，选择直接点亮。枯草在这边卡着，马尾直接点门，就跑一个枯草卡着，有人点门就行。而且你现在传送没好，不给你拖传送机会。对，兔子这边这一局还是尽量要把自己到手的3抓给稳固住啊，找找枯草的位置。枯草这边直接下龙了，15的笼子，满产啊，满产。 是的，但是还是能被罩住啊。气象这里其实也没办法，因为1挂嘛，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到它飞的。没事，龙月过来，再溜达一下。但是这边还没钻，是钻到外面去了。那已经牵制那么久，木偶是有想法吗？好像并没有。哦，还在走位。枯草这一局。 那就是很努力啊，目的很明确的跑1局，目的很明确。那这样第一回合是一个6比3，有成都GG的一个赛的。对，那就看看这个角色能不能给他带来一场胜利了，是吧？继续把这个胜利拿下的话，有可能应该也就是让火灾调查员跑一跑路而已然后上来追心理或者追飞行家2选1去追，而且心理如果溜的话，有可能经过火灾调查员要路过的这个独洞。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奔着心理学家走了啊。心理学家这边直接是往独洞方向拉点，马尾远程的一个双重惊喜上球上的非常的准，看能不能再上一个变色球啊。红白2球。对的，那这样只差一个粘土。没错。上楼跟一下，心理学家的话还是尽量等到下一个双重惊喜再给第1刀。 对板子下掉呢，应该前面那个窄道应该要拿第1刀了。看走位会不会扭一扭？扭掉了1次，但是还有一次，这个角度不太好上。选择先破板，然后自己的技能还剩1点还是扭掉了。哇，马尾这一波，你看上一波吃了2球，这一波就1个不吃。那心理牵制就相对来说，过板。不过这一波反应很快，兔子一鸣直接一个绕场谢幕。这边抽刀也抽到了。 跳过来骗飞轮，2刀很快啊，衔接的。回头差一个白，神诀拉近以后拿到就频率就很高了。没错，这里等下一个绕场谢幕。这应该要等双重惊喜了。空中飞人过来，但是有应激。对，其实心里就是牵制喧嚣，你前2个双重惊喜都没拿到刀，后面你即使能快速击倒他，节奏也。 不好了，对，因为有应激会留啊。你要是第1刀和第2刀衔接的慢一点没关系，就怕你第2刀、第3刀快，
知道吧？2刀拿太快也不是好事儿。无论什么角色抓心理，最好第一刀开的越早越好。对，让他应激先慢慢留着。那这里皮皮虾跟18是2个人互相掩护一下。一个好，直接过来了，但是有点远了啊，过头了。给到一刀，能追个双倒直接，熟练度很高啊 ，A 了2下直接就双倒了。哎呦，这一局感觉好起来了啊！这一局对于兔子一鸣来讲，技能还没暴露，这里还有个球，往中场方向走，然后下一波让火灾调查员来救，把自己的应激给拿出来。哎，枯草这里逼枯草一个表，逼了个表，这局转中之转啊！对于兔子一鸣来讲是，走位上来说，导到中场是想给18让机子，让这样18倒在独栋以后，自己第一时间能修一台整。是，枯草想补一台。哎，不过这一局这个救人的还是压力有点大吧？让枯草来救不太好吧？主要是个应激也用不出来啊。这样摇表。想抽，哎呦，成都机器这边会不会想着是什么呢？想着就是我把你应激留着，你可能活不过20秒，哎，还不如我让你活20秒得了。是他好想打到枯草，其实当务之急。哎，这个可别让马尾，第一个失误了，不过还好。感觉双重惊喜在点内很难。我感觉要过了呀，这个时间，我感觉这时间要过了。对，应激能拖出来。应激拖出来了，这波转中之转啊，对于成都机器来讲，哎呀，这一波错失良机呀。其实这波应该稳健一点。是啊，前面已经通过自己的操作拿到优势了。对，你看这边就不翻了，我正常先吃一刀再说。远程上的还是甚至还有车，坐上车的话，那这一波移形。逼回去，有回光返照的密码器80了。这边双人惊喜没了，但是还好拿到了这一刀。这边有人卡住位置，牵，直接是空中飞人过来牵起来了，还好、摁到头，还好啊，这波是很惊险啊！这但凡让他拖个2次出刀的机会，密码机就亮了。但是这样其实亮下来以后，感觉最多抓枯草保个平了。枯草手上还有一个香水，看应该没什么操作空间，毕竟有晚。哇！移形交过了，门是非常非常远的。对，我觉得应该绕过来算了，还是签了。对，你看这边有一个球，要是这个远程的双重击没打到的话，直接弹出来往地窖冲了。是啊，不过门的进度应该还是不够。你看门现在才开，是吧？也溜这么久也是比较难的。那这样的话，这一局保平对于成都机器来讲非常的，不得不说。但它的一个选用率跟胜率，你就说稳不稳？很有说服力啊，很有说服力。我以为你说不按常理出牌又要提小丑的事儿了，我以为小丑吧，小丑也不是不行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跑你的，我压个压狩猎本能，如果有的话啊，对，没有的话我就看着你拿，对，静静的看着你，把你的那个球都可以耗光，对，当然求生者也可以，我不交雷，你不交1颗雷的话，我也不交道具，我先溜着，等你交第1颗雷，我再交道具，这样了。好的啊，同样的位置出生，直接往红蝶亭方向走一走，磊磊这边的话是直接往左侧拐弯去中场拉点了啊，看到脚印开始低头，射本能这边压一下，看一下凌云的位置，凌云转头过去追，有想法，找一找飞行家吗？前锋这一波的话，在中场犹豫了一下，还是选择继续修了，跟上来，然后这边跳下去。整体来说，队伍就是抓你修的最快的，直接交了一个喷气背包，拉开了这个身距。对，反正我不会让雷到6个，我尽量是保持在5个左右。没错啊，这边的雷也是极限没有炸到。对啊，有6个雷了，我就稍微扑一扑。对，你交互每一波都有压力，那这波就有压力了。3连雷要吃了。那这波的话，前面要不要考虑继续交道具了？2连，飞轮顶掉了，还好。那这一波悬停应该要交了。悬停交的话，我移形就要跟了。不得不交。对，移形跟。那能进板，前锋已经出动，但是没事，前锋这边有补撞。那这样身距进一步拉开。没错。移形没有，那这个身距就很难赶上了。还在晕，还在晕。睡了一觉，宝宝。睡了一觉。还真是。醒了，完了，脚印都没了，人去哪了？不知道呀，感觉到处上2楼逼一逼吧。
这串联起来，帮忙就难受了呀。是的，但是凌云那边好像是漏位置了。哎，你怎么把监管带过来了？我不知道，我也想活呀。凌云这边，还好没有被反绕到。这边火灾船员帮忙看一下。好，拦一下这个2连雷，直接命中了。这个遥控雷，直接是甩出去一颗雷啊！对，这波就直接牵，但是不怕，这个车还是比较慢的。这个车对于监管者来说是个善良之车啊。其实这把就是 GW 的一个明显的沟通上的问题了，就是其实前面第一波球已经断了帮忙大节奏，这波但凡是网红蝶和带，是吧？其实我感觉都能够有一个活得更久一些，活得更久，对，密码机可能也够。是的，带到一个队友脸上那就有点不太应该。狮子这波救人，2连雷，好走位，很好。来到近战点，那其实我的雷是纯爆的，炸一下。怎么说？不了，没有选择掏，而且这里自己身上这个椅子上的雷也要炸了，要增加一些血线。往远牵一牵，然后有耳鸣就放。他现在就是一个偏多抓的局了呀。这个人还是得必救，要不然第2波节奏全来，哇，全半状态，甚至这里想打针对，飞家。背包喷到空地，地上一地的人，那随便续节奏。星辰这一波必须 OB， 没得选，直接切。那没办法。螺旋球撞不晕，有张狂耐受力。没错，球的 CD 就好了。火箭也被躲掉。哎呦，仙雾梦这边知道有几大关需要闯，所以他一点都不贪这个 OB 位的状态。是。所以又续上节奏，求生者已经无计可施了呀！火箭在冷却，球也没得撞救了。确实，这一波对于仙雾梦来讲，那就是一个狂轰滥炸呀！再放3颗雷、4颗雷、5颗雷，直接因为外边的状态实在太差了，他预估是没人敢救啊！狮子得必须这个火箭命中才行，炸到减速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命中，没办法，主要是火箭被打断了。那星辰还有个飞轮，直接出刀，没有了，下一把的飞轮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摧枯拉朽班的一个4抓，也是要恭喜成都 GG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2比0带走对手。就是越是你可能觉得这个阵容帮忙打不了的时候，星安雾梦越喜欢打帮忙。这个角色不太好针对他，因为肯定是会带一个双弹飞轮的。对，他确实也是给到这个角色有一定去选出来的机会吧。是的，但是感觉艾维一直没有办法牵制的，要不要直接考虑直接带到大船呢？我感觉他是得先跑，不能说一上来就给到你一个机会。是直接上大船，但猫小家的位置会有一点尴尬。你是跑到大船上来先招出来伊斯人，直接去往中场，把小周家跟猫小家全部赶开。那看冒险家会去哪里吧，因为冒险家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伊斯人的话，其实还是往大船的方向去赶一下。对。其实现在是在找冒险家的位置，冒险家直接蹲到自己的队友旁边。其实，在监管者的心里呢，一般你像密码机只有1个人会存在，不可能还是存在第2个人。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他是会被花池那边吸引注意力的。这里的侵蚀度会有点多，70多。这个地方的话，冒险家得赶紧跑了。是的，打算直接变身把这个侵蚀度给它耗掉。是的，不过那边的话是有一个冒险家的密码输液，所以他是选择先在海边去破一下。那花池这边转点就得小心一点了。还得再变一次身啊！但你这个侵蚀度又65了，有点危险。如果说在空地直接被喷打断掉，这有可能能秒。快速的一个击倒。是的，而且他这里其实也影响到了冒险家的密码机的，冒险家只能挖树叶。现在是3个半台左右。对，1台半吧。1台半的数量，现在让大副，让冒险家这边的话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所以说他就是没有任何作用。对他现在的话，只能说把海边那个树叶先挖出来，然后赶紧跑，让别人过来给压力。对，不然他自己其实就要被续节奏了。是的，小迪要是敢过来救的话，真真九这边肯定是转头换抓的。对，我不可能放你一个冒险家在外面啊。没错。但这个节奏的话，确实会起得有点快，而且对于一个控场型监管者来说，你被起那么快的一个追击节奏，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了。是，这里打断了一次，想博弈，真就好像是想打一个针对。对。真的那这边的话是直接救下来了。是。
那你因为第一波牵制的时候闪现都还没好，所以导致你现在下来之后，其实你一个牵制点就会比较少了，直接把闪现吃出来。没什么牵制空间，下波让小说家来救吗？或者说是让大副再进行一波2救？小迪那边呢已经是挖了2个密码输液。是的。小迪现在是能直接强亮1台密码机的，也就是说现在场上密码机已经进到在2台半了。这样的话，其实小迪是可以拿着这个输液去中场，把那些比较容易形成连击或者比较容易被控的密码机给它先修开，然后再去挖自己的一本密码输液。现在节奏是完全不够，需要下来能牵制一段时间才行，要不然第2个人到时候牵制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拖一会儿，他这个闪现到时候又拖好了，直接换，但是直接打断了，需要再等。这侵蚀度有点危险了。是，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尽量的还是想要去保一下。是的，直接救，但是他传远了。哎呀，有点伤。那现在的话，其实是给到一点机会了。对。要不小说家直接跟保，反正你至少不能给了这个2级。要跟保吗？现在跟过去了，所以想先去管一下星河那边。没错，外围密码机现在就交给大副跟冒险家其实就行了。其实就差1台机了，因为冒险家那边还有1本输液。2个人现在就直接头铁硬修，你传过来拿我刀就也无所谓，因为你传过来之后，你木偶蛇相当于就放出去了。是的。再找，等待附身的机会。但附身这个小说家一定要帮忙扛到刀才行。对。不过现在的话，其实双11这个地方还是花瓷自己牵制为主。是的。在等震慑吗？还是说等最后这个时间？哦呦，想搏震慑。那现在的话，其实是小迪也在附近的。对。来不及帮忙扛啊。还是在破1。但是问题影响不大，主要他手上还有一个密码输液嘛。对他这个输液其实是够了，能够打一个3人开门战。但问题在于你这个小说家跟冒险家2个人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是的。到时候是没有移速，没有移速加成的情况下，你的落地是必须要用飞轮。是，但小迪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双弹飞轮也是满状态嘛，他现在可以直接把那台机给他秒了，秒了之后再看一下外面去怎么压密码机。而且真人9这边其实他本体跟14人都是在大门附近的嘛，他可以求生者那边先把求生者调到那个小门附近去。是。现在还不能直接开，因为你现在直接开了，冒险家一定会直接秒倒的。他没有任何的牵制空间，虽然手上可能有飞轮，但是他现在闪现也好了。不过这个飞轮肯定是留到开门战去了，要等。其实他等到星河贴到那边就可以考虑了，对，然后让冒险家去跑到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点位。是的，直接跑到大船。但真人9这边不会太给到机会，我就一直粘到你旁边密码机，等到密码机开，到时候直接用这个闪现完成击倒。是的。呀，现在还是在等，直接亮了。开掉了。是。但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窗弹也并没有能弹得出来，给到这个加速。但这个时机感觉没有说把握的特别好。是。而且你那边因为还有一个14人在小门嘛。对。看还有没有机会。这里是故意让他附身，然后想让自己的队友卡过来吗？大副手上其实还有个怀表的，但没有选择摇。主要他也是提前出圈了嘛，但是这里小说家已经是贴过去地下室附近了，所以把真人9那边压回来。是的，这里大概意思应该就是想要硬走一个了。对，就我直接走这个大副，或者是说小说家你能操作你就去走一个地窖。是。但是冒险家肯定是不考虑去救了。没错。看一下地窖的位置是在双11附近，会比较远一点。有点难走。这个板弹主要现在还没还好，还在等。但如果往海边这边转的话，其实就机会不大，没多少机会。大副现在也虽说有扛刀的能力，但是你转不到小木屋啊。哦，这得跑半张地图，对，才有机会到小门那边去。他现在吸好了，想要换位砸板，直接砸。砸是彩云，但这把监管者砸到小木屋的位置，让自己吸到了更多的侵蚀度。直接喷到，拿到了一刀，那也是 ACT 在上半场完成了一波3抓。这样是完成3抓之后，就看自己的。要是昨天的一些监管者，你一笑，那就拿出来小丑，对吧？拿出来棒棒，拿出来破轮。我知道你在说谁。哎。但白鹿这边感觉整体的一个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这个阵容，大船的入殓师。这2个选择总感觉抓谁都一样，差的不多其实。对。你抓木偶呢，木偶比较稳定；你抓小木屋呢，这个小木屋你不太好去释放一个黑龙，主要是缺
上来是站在中场，直接去往了小木的位置找魔术师。魔术师是直接往海侧拉的，去往海边，因为这边的模型是比较小的，让他释放不了黑龙。钻了过去，看一下这个魔术棒，再钻。继续跟钻的话，可能要给刀了。不过这个板区的话是没有抓到这些。哎呦，过来还是有一刀。利用这个模型也是靠自己的一个体积比较大的情况下，直接越过了这个模型，拿了一刀。而且感觉白鹿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围龙的空间感是非常非常好的，没错，就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拿的刀速度很快，刚刚在第一刀是一个25秒左右。板区实在是不太好玩。是的，但是过来的话是他觉得他会去走板区，对，但是还是有第二刀。这个时间40多秒，42秒吧，完成击倒。其实感觉这个魔术师其实他加魔术棒的一些点位，并没有说给到自己一个很好的牵制机会。你像刚刚的第二个魔术棒，其实很大概率是你交完还要吃刀的。他想进板，但是这个板区他没有办法去进，而且你就算是能进了这个位置，他直接去钻，他也能拿到刀。这里的话是被博弈了一个砸头。但就算救下来了，你这边魔术师其实还影响到海边密码机，能不能牵制住呢？把闪现交出来，根本不给你牵制的空间。那还算是监控者这边赚，因为你这个魔术师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也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队友密码机。是的，那现在的话，全场每个人在哪，其实他心里都已经挺清楚的了。入殓师去大船兴起，然后10已经贴过来。救下来要不要帮忙扛呢？因为外面密码机实在太少了。那你扛了的话，其实感觉保不住这个魔术师。那后边的节奏也难打。我觉得还不如说保一个状态。就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是感觉白鹿那边肯定是会去探一下你救人位的状态的。看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选择，到底是要帮忙扛还是说是？我觉得不要了，不要了。现在如果再帮忙扛，很容易出事情。想让他直接带走，如果说不帮忙扛的话，那么危险就会带给第二个人，第二人必须要牵制，在第一个牵制时间的时候，你还要补上。对，不过好消息是没有闪现的跛脚鸭。对。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倒到一个会挂的比较慢一点的地方。大夫现在就直接给压力，反正自己仗着自己手上有一个怀表，直接硬修吧。是的，入殓师那边也是可以修的，毕竟他是有一个灵柩。想先拉下点，让自己的木偶师或者说入殓过来给压力。白鹿这边的话，感觉有点想要去找一下伊森，然后再把你这个11骗出来。但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看到11的位置了，应该是看到了，这个点应该是看到。哦，这是拿得很快。密码机的话，现在是3台半左右。11现在怀表绝对不能省，他现在不只要拖出了自己的一个牵制时间，他还要拖出来自己刚刚那个队友16的时间。对，他需要拖的还是比较多一点，而且密码机他第一台还没开，需要去补一下。不够的。这个怀表现在也已经没了，越过去想打一个震慑，没能打到。这个围龙其实不太好去搏，哎呦，搏到了。这个板子由于没有一个窥视者的这个帮忙，所以就要看白鹿能不能套路到对面求生者这边去翻板了。结果真的是让他套路到了。是的。其实那继续去压住海边的这台，因为这台是一开始入殓的那台。没错。那海边这台因为比较少，其实真的有点不太好去，就硬开都开不了。那你现在给了化险为夷，我直接转头抓你木偶了。甚至说我可以先跟钻，其实我不着急的呀。你要不就消耗你的状态，我就等你这个化险为夷套了，你这化险为夷套了，我就直接转头抓你木偶。是的，因为你化险为夷过后，你是没有办法变身的，而且你现在的状态也是非常危险的。对，是打到了大副，可以摊的，摊一下木偶。木偶是现在位置没有办法跑，跟钻拿着一刀打偏了一点点，但是还是有刀。是的，因为板子这边位置是封住了的。现在外围兴起的那台已经是有1半左右了。直接可以挂木偶，让入殓师来救，但现在节奏由于不够，白鹿这个局面其实就是一个争4抓的面。对，而且他这波过来的话是得拖一下外面大副的一个绝处逢生时间。没错，但是他其实很难拖，因为你外围肯定会被拦截到的。问题是现在海边带不走，对于白鹿来讲，甚至是一个慢性4抓面了。直接拿刀就逼你救。然后那边大副头还没起来。是的。这刀就先针对木偶，抓入殓师是没有用的，入殓师是有一个反生，对，抓他丢自己的节奏。再打一波针对，也是击倒了。是的，那边的话其实也是知道你大副把绝处逢生给他交掉了。是。要接着挂海边吗？没有选择挂海边，打算去挂中场附近。他是想直接针对大副，因为他知道大副你肯定是在一个大门的位置，那么我再把你击倒了，你就没有绝处逢生了。后边我解决入殓，那我就是一个稳的4抓了。是的，而且那边的话入殓他多了一个灵柩的容错嘛，所以他还是考虑说我先去赶一下你大副的位置。想骗。现在这边把自己的灵柩放到了海边，
但你多的那台其实是海边的那台，然后少的是在大门内侧的，接近不了啊。再次击倒，入殓现在不能反。但那边11还在破译，那你不交这个09的话，我直接去找11了呀。对。11也是没有道具的，同时他自己现在绝处逢生已经没有了，我再去找一个心焰，你心焰现在也跑不了。是的，这你心焰的话，虽然说有个09，但是他那边容错其实还是挺多的。是的。现在海边那台是87的，09是在海边附近，跑不了啊！海边的椅子还在的，那直接是投降了，完成了4抓，击倒这个囚徒。囚徒其实想找人帮忙，只有空军这把枪了。感觉每一个梦之女巫的选手，就是喜欢打的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用的时装。对，就小城的话，确实是一直在用富江这个时装。是的。不过这个点的话，就感觉他如果是知道大房是空军那个心理的话，不一定会追。是的，但是你这也算是骗到了，你让你去找一个囚徒的位置的话，会耽误自己很多的时间的。前期的拉点时间会更久嘛，而且你原生来的一个方向其实是会被队友爆掉的，就不会说一开始有一个原生去白拿一刀的说法。没错。你这个寄生主要是不太好寄生，你要是去寄生了一下佣兵无所谓的，我就直接去破译密码。看一下小城是先往中场那边去改。是的，先带着自己的本体直接去往小木屋。囚徒现在也是直接藏起来往大门走的。然后小木屋是留了一个心焰的空军。是的，但在监管者的视角的话，你选小木屋肯定是往对面拉，往对面拉点的话，那就是小城这边上当了。但空军那边已经是提前把木屋的板子都给他下好了。小城直接回头也是觉得你这边的一个脚印没有在了的情况下，那就是找不到这个人了，直接转头找了这个空军，很果断，把他直接拍盖晕，再给自己的一些拉点空间。楼上不太好走，因为你要往楼上走，到时候小城直接封窗了，白拿一刀比较亏。再转头找囚徒，知道囚徒的位置了。而且这样子一爆的话，其实囚徒那边也会去提前防范一下的。已经有个1分钟了，但是现在带来也给他一个考验，就是你能不能知道这是个闪现。你这个在交互的时候，有可能会为了去防他的狗，给到一个震慑的可能。对，不过这个走点的话，感觉求生者那边应该是有所防范的。是，手里还有电，有飞轮，其实是能进版的，不会拿到这一刀。感觉前期的话，并没有一个特别舒服的拿刀节奏，密码字已经掉了差不多2台了。关键你现在都没有放狗，我感觉求生者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这里是闪开了一下囚徒，但囚徒的飞轮其实也是有防到，但是没有说交的特别好。对，飞轮，其实是使用慢了，这直接踩。红军其实想故意给这个寄生的，你这个寄生打了就打了，中场密码机我就直接破一开，你守不了3连。而且因为也有个心理在外面嘛，所以说你不怕掉状态，大不了就移一下情，而且也不到那个一定要移情的阶段。确实有点不太好追，手里还有个电，想往中场转，让空军帮忙交个枪。看这2个都是往中场去架的，索性直接往大门去倒。这里是打了一下空军。是的，小城现在可能是会想着有点想换抓了，他不想接着追这个囚徒。他的话其实是打法想要去一开始就控场，就直接开始就控场的梦之女巫。再追囚徒可能要牺牲掉自己的寄生，因为自己的本体闪现已经是用了的。而且空军那边的话，因为他是一开始是给过了那个寄生了嘛，又补了一个，那你没有捡到女巫标记的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胆的去修机了。关键你现在由于是带的是个闪现，你控不到什么节奏啊。一直想要去双包，但其实你囚徒手上也还有一个电，我大不了就交电，我就进点。哦，我这里的话是翻回去，故意给你这个寄生，只要你寄生打了之后，佣兵过来救你，这个寄生肯定是给不到佣兵的，你只能给囚徒。他密码机已经3台半了，对，已经是3台半了。你现在场已经是控不住了，想要的3连基本上也全都修完了，而且那边已经在帮忙区了。对对对。空军现在到时候被去掉，可以找一下心理要个移情，到时候自己的状态一满，其实还算是一个3个满状态，到时候可以轮番过来救援，或者说是直接考虑让佣兵救2次也行。这里的话还是让他这倒不能给，如果给到了的话，心理这个应激就属于是白给了，就等佣兵救。佣兵救完之后，看囚徒能不能再牵制一段时间，飞轮马上好，好像还有一个5秒的时间，能翻吧？这个位置好像是能击下翻，打不到，打不到。是的，因为刀的距离不够，以及他的身位也不够。打不到的话，飞轮又好了，而且你这个信徒没闪现，你现在有点难追啊。伊森那边密码机马上能亮了，到时候我可以不让你佣兵来救了，我让心理来救都行，就往心理旁边去倒。
还是想要去控一下中场的这一台。没错，其实囚徒现在直接往心里那边倒，就故意吃机生，吃了机生，心里直接第一时间摸。对。现在看小程会不会上当，这个闪现过来，我们扛到了还。那现在其实可以转头直接换追，先把心理。对这个地方的话，他得保证手上有人。那你冲出信徒的面前，我没有理由不击倒你。其实有一说一啊，心理不应该是往那边本体的身上走。对他没有理由去往一个信徒的脸上去冲，而且这一波你电了的话，收益不高啊。对，电了的话，你自己的身位也没能拉开。而且心理他活不了，因为我那个信徒是个原生信徒。这个扛刀我觉得不太好，而且没必要。不如让囚徒直接把这个寄生吃了，然后你心里在旁边看有没有本体过来。你如果本体不过来，我就直接摸。对，而且这样子的话，你中场你只要给空军补信徒，那边空军又得找个地方去把自己的信徒给他驱掉，才能继续破译。现在小常其实还有一点机会的。对，现在还不能切时长。你现在切时长的话，空军会选择直接交枪救人。对，的话这里的话是直接把心理给他挂，但是2台密码机其实已经很多了。是的，先针对中场密码机，反正现在肯定是修不了，或者说这打一个椅子的针对。我觉得不要太较真的去抓这个囚徒，先守一下椅子会比较好。看情况，如果说是他把枪交了的话，直接切兴奋，把这个心理直接解决掉。交是交了，但也没能打针对，那人又放走了。其实位置又拉开，密码机你也守不住。而且现在的话，因为你外面放了一个囚徒，这个囚徒还不是挂飞，所以导致说他们是有一个去外面兴起的机会的。囚徒在这个点位是为了捡自己的圈吗？不能被击倒的，接着往200。没闪现也还好，没闪现有个弹射就还好。关键你现在解决了囚徒也没什么用了。中场密码机由于时代修的太多了，你想过来继承你自己的本体肯定会拉开。囚徒倒这个位置会不会往200遗传角落，或者说是往大门角落拉会更好一点？星夜那边你也处理不了，现在他摸了半个球。感觉对于小虫来说，他的一个控场节奏并没有说把握的特别舒服。是的，这样的话得本体先挪到囚徒的那边，然后去给他补一个寄生。囚徒倒的位置虽然说是比较靠边，但是他不是倒的200遗传的边，或者说大门的边，这样会让小城这边跑的距离更远一点。而且外围的话，空军跟心理已经是多起了一台，2个人在核修，那你只需要说让佣兵再过来一下就好了。对的，空军这边摸了半颗球，这半颗球直接过来救。那边已经压好了，已经压好了。就算你切了时长，你可能就上当了。你现在切时长，那外边密码机那边心里的，其实他也能破一碗，也能压好。又摇了下来，想硬签地下室。小程现在是想硬签，不给他机会。那边的话，小程现在在过去，他们得签吧。他没有回光返照，可能是的。你这时候不签，那边的门口其实现在就会直接开了。现在切了一个传送。是。但囚徒的话，其实还有半挂，而且你佣兵是一个满状态，现在可以佣兵去给一下手椅上面的压力，就不让你说那么舒服的去外面控。你敢出去，我就直接救。对对对。而且他手里上有3个护腕，只要大门开了，他3个护腕是能直接弹门的。是的，而且趁着你切信徒的那个空隙，其实他是有机会说弹过来直接捞的。对。所以这里的话，佣兵的压力一定要给他特别足，然后小城的话就控不到了。先让心灵直接走大门，吃这一刀。但我觉得这个救的好像有点早，因为小城这边还是在一个心理拦截呢，能拦截到吗？好像是赶不上了。多一点哦。能拦一下佣兵，看佣兵这个护腕能不能弹成功了。这个护腕只要能弹成功，打断了。到了。那还是能去找一下囚徒的位置。囚徒现在是在一个中场的位置。在囚徒那边他自己还在驱散信徒嘛，他那个位置的话就比较难走了，而且手上还有一个佣兵，得看一下空军那边了。我觉得 ACT 有点急，救的有点太急了，其实没必要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考虑到囚徒的一个淘汰进度条，因为他是2挂了。其实可以等一等心理，等心理。是的，现在的话已经是看到了心焰的位置。那现在再等一等，这边还有个40秒，佣兵的时间好像是能撑过这个36秒的时间的。得看一下囚徒那边。因为他是得空军跟囚徒一起去给监管者那边上压力才行。哎呦，或许他们是想着再争一下，因为佣兵是能做过这30秒的挽留的。但是你现在还有20多秒，这个球底拉了，哎，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危险吧？正好停了门口。啊，不追了，还要左边去找一下狗狗。狗狗有电啊，有飞轮啊。不是，这个飞轮再一交，不是还是能完成3跑？这个球拉了，为什么没有继续追击呢？你直接把信徒跟着空军不就好了吗？是啊，只要完。因为刚刚求生者那边是拿了一个3跑嘛，感觉真人9想要在这一局至少说拿一个保平。那割据的话，其实保平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对的，
如果节奏顺的话比较好多抓，但是下线其实比较偏平局，不太好被求生者那边多跑。这阵容其实中场放个火灾佣兵放在外围，然后小木放个飞行家，飞行家其实可以去携带。后新闻呢去带一个飞轮化险为夷。如果是这样的天赋，监控者其实就有点难去抓了。就算他能抓到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个求生者也是大概率能去争一个保平以上。是的。哦，把中场放给星云儿，那这个星云儿的天赋可能会换一换了，还会是飞轮的化险为夷。直接是去往了大房外围，先防一下星云儿这边去摸箱，不能直接抓大房。你要直接抓大房的话，星云儿可能会直接摸大房的箱子了。是的，还是选择去歪楼梯继续照。得抓，主要是抓星云儿这个点位的话，你能防止他变成一个机械师。这破译密码节奏实在太快，然后赶走了奈奈，让奈奈去破译201窗的位置。双弹飞轮，这样帮助也就大了呀。但这个道具好像是歪了。因为在面对割据的情况下，应该这里的话想躲刀，想蹭板弹，或者说着急，觉得想的挺好的，我只能说，对，他可能认为就是说是这个板子盖了，他也会吃的这一刀嘛，毕竟他真真9的这个割据熟练度也很高。是的。但他这个道具一定是歪了，绝对不可能是选个护腕，怀表一定会更好。这2天的星云儿都感觉有点恶云儿，飞呀，对，选的道具并不是很好。哦呦，直接交闪！哦呦，飞轮也规避掉了，但还好，是的，是拿到了这一刀。这个追击节奏其实真真9还能接受，毕竟他现在也是避免了一个机械师的出现。现在就守好乙，看能不能多争一些节奏了，能不能半路拦到佣兵？其他人没有带一个2次的化险为夷。那就看星河了，星河这个位置一旦要被发现，中间被拦截是很容易双倒的。是的，而且过来的话，其实也是拦到的比较远一点。看到了吗？真9好像没看到。没留意，回头去防了。其实就在外楼梯底下过来的。看到佣兵了，但这位置有点难弹双倒，不管弹了过来，成功救下，让小迪直接走脸，这样佣兵不会被打到针对。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左右。是，节奏上并不是很够，想要原地摸箱。让你硬打了，对，硬摸，我要许愿，我不同意。哎，差一点，我要许愿，差一点点。真真9还是不同意。能摸出来的，摸了一把信号枪。哇，这枪摸出来啊！因为他第一次他许愿失败了，所以说他摸枪就是100%了。主要是他那个操刀的时间是可以硬翻的嘛。是的。然后他确实也是翻出来了。这里想用地下室，所以火灾过来直接是堵死你这条路，不让下去。跟刚刚的场景感觉有点相似，一个是我要许愿我不同意，一个是我要搬地下室我也不同意。对，反正都谁都没占到便宜就是了，都比较横。现在在想找一下奈奈位置直接是打断了一次影月。是的，但这里的话有点危险，所以是先交了一个飞轮。是的，那这位置也是能来得及过来救的。这个飞轮跟片刀打得非常好。对，1号这个模型直接躲了2次刀，救了下来。奈奈想要再打断一次。还好2个技能没有同时用，如果说是同时用的话，就把这个枪的一个僵直打断掉了。小迪这点位还是有点差，只能上楼了。他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右边的板子已经用过了，所以只能说上2楼。没错。哎，但这个窗口基本上就要倒地了。对，没办法。个飞轮只能说再拖一点时间，但是身位的话是不够翻的，所以他就选择倒在了里面，让你挂的再慢一点点。现在密码机是还差1台。它是1台，哎，那边的话已经是想要再试一下堵，但是这个位置没堵死，这个有点漏财呀。对，看后边的节奏能不能去找到第2个人嘛？花瓷现在只是一个飞轮，能去追一追。真真9这边是想要去探一下奈奈的节奏，想把他快速击倒，然后再去守月亮门的密码机，能打断吗？蓄力刀出来。想防一下他这个球，那2个气囊的话，感觉还是有一点牵制空间。两边都在博弈，还是打断成功了，刀没能打到。那可能要直接传送了，因为他不能接受你月亮门密码机一直破译。而且他也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要去3个人打1台嘛。对。但是刚刚没有续上半状态的火灾的节奏。所以想去外面找密码机了，想着吃到，哎呦！天的飞轮在打头，卡到了板子中间，这样的你就算是头铁想要过来的话，也会被他卡住。飞轮直接规避掉这一刀，也是能直接盖。是的，传送过来的话也是没有找到花瓷的节奏。对，这里砸了一个头，不过是个换状态刀。
也能接受吧。真人9现在接着精神追击，想要看一下大房，大房这边其实密码机并没有破译，是的，找出了方向。知道说不追花子之后，其实另外2个人也不会说直接去破译密码机，让你有一个找人的时间再去摊这个密码机。他以为奈奈在大房，但是奈奈已经跑到大门了。那现在一爆点说回来了，奈奈那边赶紧跑。状态其实没必要补了，直接修会比较好。一个是选择月亮门进行破译，一个是试探术进行破译。因为你现在真人9已经是没有传送了，那么我就要趁着这个中间的一个空窗期，我赶紧把这个密码机破译的更多。要补的话就是比较舒服，是在前面那一波去补。就你真人9现在只能选择一个人进行追击，那索性我把密码机直接给他破译到8、9成，到时候你传送好了，我密码机也就压好了要。哎呦，在一个飞轮躲掉，但是没办法，飞的位置有点偏远了。这里可以挂地下室啊，挂地下室其实也都行。多了一个香水，没有地下室，直接挂。我星河的话可以拿香水过来救人。对的，就其实也是跟一个针差不多嘛，对佣兵来说。他想要直接去找飞行家，想把飞行家的道具比一比，因为飞行家现在还有悬停的，他只要能把这个悬停逼出来就行。看花瓷愿不愿意交悬停，还是说是只用一个普通的喷气背包？还想去博板。哦呦，在博到，虽说没能砸到，但是也是拖到一定时间了。那外围他已经在修了，不愿意用。先交一个飞行器。这个悬停主要是很关键的，你如果悬停能留到开门战，他都有可能依靠这个道具去争一个3跑。对，而且他的话，其实悬停能够留到开门战，真人9那边也不太想要去硬拼你这个飞行家。没错，能保命的。求生者并不舍得去交这个悬停，那现在在交着传送。是的。想打一个来回的救援，想把求生者的时间全部给耗费掉。哎呦，再想躲刀，虽说是第1刀躲成功了，离着球还是太远。我在现在是已经没有道具了，2个气囊都会被打断掉。他本身也是一个挂过的状态，没错。那如果说你佣兵，他应该是想打拦截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去守密码机了。你再去守密码机，那边密码机应该能压，他自己也注意到了。然后你那边比较忙嘛。对。就你来回的一个控场。哎，回头了。他以为佣兵是在另外一个方向，那这个给到佣兵机会了，因为回速用了，有点可惜。刚刚如果说是他能看到佣兵这第1刀，其实他就能拿了，拿了之后回速再能打拦截。这里开了这个密码机，其实为了走一个。对，不是他在开了密码机之后，其实2个人都会有一个比较好被处理的身位，所以是必倒一个。是的。但是你那边门的话是管不了的，因为你传送刚刚已经交过了。没错，索性直接开门。佣兵现在也撑不了太久。然后他们自己也不想拖时间，你要是再拖一拖，他等一下他的传送又好了，你到时候门口能不能开完也就不一定了。那边的话也是拖出来一个火灾起来的时间。是。而且奈奈他手上飞轮是好了的，看有没有说法。不敢挂了，奈奈就有可能直接走到月亮门去了，或者说这找不到了。而且佣兵起来的会稍微慢一点点。是，这里的气囊能再次打断吗？手里也有飞轮，自己的现在隐约已经没了。奈奈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这个球直接挡，又推走。板子这边也有个操作空间，飞轮再躲。飞轮，但真正的话防到了。花瓷现在也来了，还想争，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绝处逢生的火灾，已经是帮不了他的忙了。而且他不了注意力了，有点明。而且他过去找星河的话，其实星河这边拖不了很久啊。是。不过星河道具他放哪了？放木屋后面了吗？星河道具好像用完了，他放木屋、香水跟护腕。再回去，这2个人可都是没有绝处逢生了。而且你大门没点过的呀，你现在有机会给真真一个去争的机会了。现在直接去找奈奈，奈奈现在是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但是奈奈那边是没有绝处逢生，而且佣兵的话也没有。他现在想要把花瓷击倒。他手上有传送嘛？如果他能够去处理掉花瓷的话，其实还有说法。还有一个他也是对，他也是知道你火灾的一个位置。对，是在木屋后面，他离小门也有点空间。很关键了，但现在也有悬停，只要接近了就悬停。飞轮躲了，还有悬停再喷走，还是能稳走一个的。而且过来都还有个气囊，可以再弹一下。板流也脱掉了，花瓷现在还能拖到自己的队友已经是去补状态了。佣兵现在马上就要被摸起来，自己再带走，直接带到小木屋。花瓷的话也是顶住了这波的压力啊。是的，只是位不够了。这一个人扛起来了太多节奏，现在真人9的节奏又不太一定，因为他能不能找到这2个人还不知道的。对，而且花瓷那边的话是有绝处逢生的，他得先挂花瓷，然后再去找。那这样子的话，你保底也是跑一个嘛，有个传送在手。
看有没有机会。这边的话是已经看到了奈奈的位置，能再操作一下吗？如果能再操作，佣兵有可能能把自己的香水捡了。这个板子能盖到吗？抽没能抽到，再投铁，没人选择投铁。哎呦，砸到了！这个盖板博弈实在是太帅了。现在传回去，赶紧回去找花瓷。是。但其实星河那边也没有说给到一个特别近的身位，他的香水应该就在木屋旁边。想拖，佣兵现在想要走门，然后奈奈这边直接走地窖，能争到这个机会吗？现在佣兵还在悄咪咪的卡。对，奈奈现在呢就在旁边模型，但是自己的脚印已经暴露了。气囊能再卡住吗？哎呦，弹走了，走地窖，3、2、1，走了！天哪！哎呦，蜘蛛，蜘蛛行，有爆发。有爆发打气象啊，或者说是打调酒是有机会的。他怕的点是古董商。其实这个时候打蜘蛛的话，他跟小丑的一个点是差不多的。没错，就是他所搬的一些，看能不能打一波爆发。选择下边吗？选择直接散门哦，直接选择右上角。调酒这位置，想直接进行追击应该是。那调酒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去绕大房了。对。因为你要是说选择这里去赶古董商，再去赶佣兵，那么你接下来追击的目标，你一定是找不到这个调酒了。对，加上他如果蜘蛛直接从小花园去往大房的位置，哎呦，调酒还敢碰密码机，有点嚣张，嚣张的调酒师。再去大房囤一下自己的蛛丝，并且自己的低头也是在直接自己的狩猎本能一直存在的，想绕。没有选择直接上2楼，对，是先往外面去绕。拦截，在这个位置就一直等着，反正你就在楼梯下嘛，我大不了我可以等自己的蛛丝。是的，而且他其实带走调酒的那一波是在于你的闪现的那一波。这里其实有机会拿刀了，可以加蛛丝了，因为在这里绕的话，这蛛丝可以直接用。想秒，我觉得是。对。他想等到闪现打爆发的那波。一层。而且这里的话是一层蛛丝已经是拿到了这一刀。那你后面的这个飞轮就很关键了。是，这个板子必须要踩。经验得过来接一下吧。酒是能回上的，他可以再调一瓶，调一瓶然后再接。现在经验其实不需要太着急的，他如果现在着急，直接转成换渣了。酒再调。但蛛丝的话，其实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闪现过来。是没调出来，他打断了。白鹿这个操作非常的细节，因为你要说这个酒调出来了，那么接下来的古董商就给他一顿暴打。是的，一个加速酒点4点空了，那这样的话帮不上忙。这里得搏一下板了。是，搏板不要了。那右边这里哦，直接是古董商先过来帮一下2下。那转头换抓了，因为你3个机关消都已经用了，吐空了，再拿一刀。手上蛛丝不够啊，这蛛丝有点追不上。现在古董商的点4马上就要好。围绕窗口可以再绕2圈。是的。不过这里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一个机关消他怎么交。2层。一个云门过来，但是回头打到了，没能打来得及。点4其实都行的。我感觉他是觉得角度可能有点不太舒服，这里有波地下室可以直接挂。是。灭马街2台半，节奏上不够。佣兵需要多卡一卡，一个人现在就是你要做个半挂的时间是一个30秒，可以卡个15秒的时间再过来就。攻击到了气象。对，可以自己心里默念嘛。反正佣兵这个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好卡的。没错。气象那边密码机也是在进行破译，但是现在的节奏，古董商肯定是牵制不了的，需要指望了一个2次。这罐弹哪去了？弹楼上去了。再一弹，不管怎么样，确实也弹到了门口。这要想跟保吗？有点危险吧？还是自己后撤？古董商保不活的。我觉得这里没打到那个落地刀，没必要摊佣兵，接着去挂。你现在如果打到落地刀，可能就去摊了。是的。但你没打到的话，可能还是优先去追一下星焰。他只要是稳定去挂这个密码机，其实他就能去争着保平。那你佣兵这波过来救人，是把自己所有的护腕都给他交掉了。现在最好是，哎，气象现在就已经过来了，想给他挂中场，其实可以把自己的密码机给他修亮的。气象刚刚修的好像是92那台，如果说他能修亮了，他可以搭配佣兵2个人一起来帮忙扛刀。我觉得他们是怕白鹿去挂到地下室，这样的话可能就贴不过来了嘛，被拦，所以他是选择了先放弃，然后再去外围。反
反正你现在要去补密码机嘛。如果说知道是挂在楼上的，挂在上面的位置，其实求生者可以把自己的密码机亮了，然后再救。对。想救，劫勇者要不要震慑吗？还有一个飞轮的说法，直接救下来了。哎呦，刀空了，一个风直接卷走，现在就要帮忙扛兔。那现在密码机就有机会回头打2个机关枪，点刺跟轮式骑士现在都已经交了，再打到个针对，但是密码机现在是已经96。还有一个风吗？说法，风来不及，直接打个苦震慑，密码机已经够了，直接亮起，4人开门战。再找星夜，星夜现在必须要撑住这个板区。蛛丝的话有100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速抓的说法的。对，他能直接国检。门现在还没有开，还能再贪机会，甚至来得及挂。而且你因为是捏着一个传送嘛，如果说你节俭的话，可能你传送落地之后没有那么好去追击。对，那你现在反而是有一波去博弈的说法了。利用中场的这个蛛丝，选择先传一下散门，但散门的话求生者都防到了，所以是没有直接贴。那这样的话，你刚刚那个灯笼门离得有点远，没有选择直接点了。现在找到谁其实都行，佣兵现在也没有有一个护腕了嘛，他刚刚护腕全用光了。那2个门之间先架一个高速公路。天哪，这速度！直接已经到狗狗脸上了，前锋看了都羡慕啊！哦呦，一波抽刀，直接先击倒了一波调酒。但散门的话其实是没点过的，现在的话是赶紧赶回去贴上了，追不上那边的门了，只能就是说保个平。那边的门一定是能开的，18秒吗？现在时间还有一个10秒。因为你挂完之后，虽然说有高速公路，那你也得驾驶过去嘛。来不及的，追不上，还有佣兵帮忙扛兔呢。前锋看了都羡慕的一速，他也是追不上这边的门口的门，而且他不用休息。对，前锋拉球你还得歇会儿的。没错，那这样也是完成一个平局。接下来的话也，反正就以带移形啊，这移形不带这拉点，能把这个帮节奏全给拉崩的。不能带闪现啊，带闪现你抓不到节奏的，你没有闪现空间的，距离上绝对没有。就移形或者传送吧。是。传送的话，它好。选择一个十字形，选在散门附近，是要直接干扰。这种悬念有点像传送啊，因为传送一般会这样悬念。而且传送有个好处是在于它可以带到底。对，你可以点八卦阵，然后传送的话，你是多了一个开门战嘛，因为你移形的话，开门战的距离可能有点不够。没错，看一下他的天赋会怎样去携带。上来直接先去往中场，前锋没有第一时间能进行破译，因为密码机并没有刷到2板的位置，是全部赶走。主要是前锋他开局没有给到一个身位，是找往奈奈，奈奈也是直接拉开，去往2层小阁楼。我发现爸妈都喜欢这个时装哈，小蓝帽很可爱。哎，我觉得他只有自己喜欢。哎，对，是吗？对啊，因为很多人都戴着这个，一个黑白熊，一个铁皮人，要不就是捏那种小黄鸭派的，但博弈是蓝帽子派的。我感觉戴这个小蓝帽的很多。真的吗？这边主要是这个小蓝帽见过次数太多了。这里在抓，能绕不到呀！你现在自己的技能可能要去逼着使用了。但可能一开始还是会先去走地逼一下身位。不行，再架。直接翻回去，这雷也不太好交，来不及放3连雷，放狗还咬中了，这移形白交了呀，1点技能全没拿到。所以我说先跟嘛，对，先跟，然后你有了身位之后，你后面再去考虑这波移形，你直接交的话是很难的。但他急，他看到外边密码机现在他也不是上级视角，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2台多了，再抓前锋，已经掉了这么多的密码机的情况之下，他速秒都有点不太够去争个多抓。对。抓的关键还是个前锋，前锋这还有半个多的球啊！是的，这也是压了一下前锋的身位，但是他直接拉球的话，其实还是有说法的。很稳，哎，这波是抽到刀了，但也能接受。还有半颗球呢。是，手上还有飞轮，可以一直围绕这点位去牵制，但要带到队友脸上吗？带到队友脸上干扰密码机有点多呀，2个人都在这里啊，小迪也在，花死也在，这1干扰2，节奏就会有点亏了呀。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先去瞄一眼星河，是的。就是小迪老师过来，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去看一眼，因为不然的话一会儿没人救嘛。也行。所以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倒是挺好的。那他们就是还要再考虑去救的范围内了。听到这个挪灵柩的声音，这灵柩一启动，基本上就是要准备开始到手反了。灵柩已经给了前锋。
那博弈现在再继续去追前锋，可能就要变成死局了。他现在的话，其实就是面临邦邦一个比较痛苦的困局嘛，就是前期跟你拉身位拉得太开了。追前锋现在一点收益带来不了，主要他现在有灵柩，你没有任何的收益机会，你还要出去换追。你再击倒了前锋，哪怕你想要收益，人家队友根本就不给机会啊！这个就是刚刚过来先看一眼的一个好处。没错。然后现在密码机由于前期牵制以及拉扯太够了，所以他想要去管一下这边的密码机。对。但那边直接抬钩走啊！如果你追花瓷的话，追不到。这个移形可能也要被逼得交了，那你交了也完成不了花瓷的快速击倒。而且你追花瓷的话，你可能人都还没见到，他已经拉钩走了。他现在只要保证不被快速击倒就行。找奈奈，奈奈又是直接一个落地放狗。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可以钻回去呢？哎，没能钻回去，但是奈奈也往回走了，也还行吧，等同于钻了，如钻。几颗雷，炸到一次，再给到一个。那你往前的话是有一个弹射机会的。这个瑶看一下，对，遥控先锋窗，但是被飞轮掉了。是的，这雷想要再炸，但是位置有点难预判。密码机都要压好。是的。哎呦，雷全躲了，密码机这个点直接开就行了。你移形反正是无所谓的。而且你现在只要保平嘛，博弈是想要多抓的那个，那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救这个人。关键你现在的都没有挽留啊 ，MRC 真是想要去争一个4，我感觉博弈都有点难以抗衡。你要去争4，现在还真能争。对啊，你没有挽留啊，你拿什么去跟求生者打呢？你看花瓷现在越来越近了，小迪现在也过来了。而且我现在可以就给你看到这个身位，我就是有机会来救人，但我那一边也给你知道我在点门。是的。他们完全就可以仗着就是说我肯定能稳平的情况下，我去争4。哎，他来了，病患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交钩过来了，交钩过来准备救。自己的移形现在还有一个24秒，天哪！感受到了连影子都看不到。我现在感受到了博弈的思乡之情。我只是感觉到了一个邦邦被拉身位的痛苦。因为你也是玩邦邦。我们视角不太一样。主要是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这个拉点邦邦就是比较怕的嘛，你自己加上移形，他也是比较怕这个邮差超强的一个拉点能力，再加上他可以打断。所以前面就是选择的时候，我说选个邮差非常的不错嘛。对。狗虽然放空了，但前方有个地窖，能再去躲一下吗？好像来不及了。地窖应该是走不了吧？对，因为有个遥控在手的话是比较难的。这样完成了一个3跑，这样也是可以直接可以恭喜 MRC 完成了这个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可以直接恭喜 MRC。是的 ，MRC 的话，感觉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相比是有个比较大的调整。对，魔术啊木偶看起来比较稳，但其实现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选手监管选手，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个人理解，对于位置上跟空间上的一个压缩，让前面很多看起来能牵制的角色牵制不起来。对，他看起来好像是克制你单刀，但是实际上你要真跟火角羊是可以直接去追你的。对，因为船上密码就被锁，你总不可能船上等着吧？想要追求速度的话，可能会漏一些视野。对，那火角羊前期稍微逛一下，对他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毕竟我们的愿力直接起追魔术了。小铁那么近的距离，看看小铁怎么处理了。这个点位就贴得很快，但双11算是这个地图比较好溜的地方了。毕竟会有一些密集的板窗。对，但对于跛脚羊来说，他不怕的，这个是必考点啊，这个位置。选择先翻个窗拉近身位。而且有个插眼的话，也会减一下球商的交互。哎，有点烦。这个维龙在存愿力吗？在看密码机，还翻？再翻一次。直接维龙过去。这波是想着钻过去另外一边，然后球人这边也钻过去了，魔术棒放了。是。维龙废掉，但没有关系，这波有刀了。因为正好的话，魔术棒是一个真空期的时间啊。是的，这时候也不能往外面带啊，因为监管这边愿力还有，走8字走过来了，还有个魔术棒能放。那没事，我还能走过去，预判他。哎，在那边正好翻过来了。是的，那这一波维龙能顶掉，魔术师的手里面飞刃翼马上就好了。看能不能再拖2波维龙啊，如果拖2波维龙密码机就够了。是，现在进度已经很多了。对，就看这一波维龙。监管想拿存在感，哎呀，这个区选就是密码机就是很快的，都敢修，
哦，好，击倒了。这边的话是交了魔术棒，没有交费。2台半多，快3台了。等挂上之后就会比较多，但主要可能救人位要贴的早一点，所以它修的慢。没错没错。啊，吴昕已经在双11就位了。对，吴昕这位选手他救人每次都来很早的，他不会摊密码机，他密码机摊的比较少，所以他的救人很多时候都能给队伍创造收益，一个救人位也能给队伍创造收益的。是的。 比较少见一些。那这边是卡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淘汰进度。是的。啊，直接无伤扯了。无伤救了也行吧，能接受啊。是。反正魔石也没道具了，也没有回光返照，这边想摊他。哦，拿到了这一刀。因为毕竟刚刚救援之前也是没有放围龙的嘛。对。啊，愿力比较充裕。话虽如此啊，摊了这一刀，那魔石等于活出搏命时间了，因为接王者找不着的，要找肯定得要花个最起码10秒钟时间吧。要找多久？ 对啊，这个点就算直接知道的话，走过去也是让外面修了不少了。对，所以这波双并不赚，而且基亚这边的执行力很强啊。我知道你要摊，所以我直接一个人跑一边，对角线跑。而且现在场上的一个状态跟道具，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人过来救援。理论密码机是够的了，守木恩的那台密码机会慢一点点，所以今晚的选择挂过去。这边的话，因为居前是东选还是比较喜欢带居前去守一下遗产的。没错。 跛脚羊这个角色很多时候都会带底牌嘛，底牌配上巨前，他能牵的距离就非常远了。是。那现在这台面修不了，开门战减员是必然的了。对的，就毕竟你本身也没有化险为没有回光返照。对，没错。那看调试怎么救了，调试也没有回光返照啊。先不看看调试能不能。 没有打算走远，对，反正他香水应该倒不了。对，没打算保，就是赶紧2个人拉开。是的，然后魔石往苞米地方向角落倒，拖一拖这个时间啊。围回来吧，围回来吧。让自己挂的会快一点。因为愿力是溢出的，这波挂完之后愿力正好120。啊，小铁最后也是交了个飞轮，倒的更远了一点点。对。那看一下这波淘汰之后，求生那边还没有着急，对，他们在慢慢的调整。 监管者是真不急啊，反正把它牵远一点点，无所谓的，有加速，有那个浩克之道。而且确实看到你们这边外面是没有一台密码机在动。对的，没错。那刚刚溢出的愿力正好回到120点。是，现在非常恐怖。那现在就见面就倒了，这个很难说你能牵制的。插个眼想找一下人，因为刚刚大概看到人是在这个方向啊。不过这局的密码机对于球员来说很爽啊，因为船上以及双11是各1台、2台的。 那这密码机是一定能修完的，钻过来，钻过去，这边直接交铲子打出来，打出来先拆楼。不过这铲子是多耐久的铲子啊，还是个小耐久的。哟，围龙正好掉了，还行啊。那这样子等于是一口气一个铲子飞了2波围龙了。对，而且这个的话是后撤步也没有出去，没摁出来吗？ 那这个楼的话，其实是有点白交出去了。那扛压了呀，吴昕，他把整台密码机给拖出来了。这边铲子要秒交了，不然的话倒了。那这样密码机，他密码机要传吗？够了，87的密码机，那守门可以正颤过去把那台19的密码机给点了。主要这边也是满状态的末世，他也是可以撑很长时间的。末世这边，也行吧。 反正没有交愿力，我就不燃烧自己了。想拖，哎，但卡梦那边的话有点爆点了。对，卡梦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他一直不敢摸密码机。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点。他如果贸然碰密码机吃传送，那可能就难受了。这边我是起追了，他就不得不对扛一下压力啊，说假装要修这台比较多的密码机。这个落地有点难受，而且自己还出不去了。哇，我关我自己。 这没办法，那这样的话也找不到卡梦那个位置了。卡梦在2楼，主要是香水挑你呢，他还真没办法啊！还敢破1密码机，胆子是真的大。往下面走，没打着没关系，等他围龙结束吧。落地，哎，正好走到脸上，有飞轮，围龙顶掉了，但是平地追一刀也可以啊。对啊，手上的香水好不了啊，打一刀也是半状态。打一刀也是半状态。那现在密码机差40啊，而莫尔什这边去贴门了，那么信任调香师吗？莫尔什直接贴门。 他们可能觉得直接亮也行，如果倒了倒无所谓。对，我们现在保证走一个，有人贴门。哎，往下面跳了，监管点往下面跳。也确实是拦到了卡梦的脸上，落地刀直接倒了。对，能够牵起来。那直接亮了，他们肯定直接亮了。吉亚这边，他们感觉80多的密码机亮了以后，其实手里的传送是有机会能好的。对，好是能好的。
有可能直接亮能拦到那个想要去走门或者中场卡的人。反正我守墓人过来跟你拼了呀，对，就是守墓人在我在脸上跟你爆了。对，我跟你爆了，我也不走了，无所谓了，反正末世能走。如果现在直接去管末世，我这边能救条式。对姜晚来说呢，我有愿力，有落地能秒人，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传送的。说这边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击倒啊。对，没错，这边有围龙，看看能不能阿策这边得扛一下压了，有个诗句可以用一下。这边这边是等一下，这边感觉是有点神秘了的一个好了时间，回来了，这边回溯。到了这个底子点，正好末世这边牵制了一段时间。对，是看一下另外一边的话，吴昕还在往卡梦的椅子那边去跑啊。有点远。对，现在应该是可以扯下来了。对，扯下来一个人得走一边，看看要怎么点门，怎么走人。目的就是走一个，目前是平是不太可能的了。还是会跟刚刚一样，因为阿策这边也是一挂嘛。好，这边看到人影，吴昕的人影。那就有点确定说，另外一个人一定跟你是反方向啊。没错，因为另外一边肯定要去点门的，无论如何。哎，但是吴昕是想去救人呐、你看看那个路径，并不是想点门。对他现在从海边绕回去了。对，如果想救人，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这边第一时间发现条身，哎呦，击倒速度非常快。对，而且调香的话，其实在挂上应该不太能支撑这边救完人，两个人再去走门啊。是的，监望这边管门，为什么呢？哎，以为求生者会拼命的去点门走一个，但看到这边人下来，也知道你们两个是在刚刚的椅子附近了。是的，但是我觉得吴昕这波是打了个反心理啊，你知道我想去跑一个，所以你以为我会去管门，我会去点门。那你管门之后，我把人救下来了，调香是有自愈。那我这边阿策往角落一躺，守墓人吴昕这边直接点大门，那调是自愈之后是可以走门，能平局啊。是看一下这边处理多快啊，因为如果说这边能击倒，对，手里是有个传送的，因为调香被击倒在海边啊，有点远。这一波如果击倒了之后，手里面传送是有的。对，看看能不能拖点时间。阿策很关键，诗句到了诗句上。哎，这边没有走过去。哎呦，还行，能击倒。击倒。那另外一边的话，门的话还没有点开，而且看一下。监望者肯定会是先挂的。那挂的话呢，应该就平局了，走了。哎，这一波守墓人的回头救人非常灵性，很有灵性啊。因为他也是能感觉出来东玄这边知道他们是想抢走一个嘛。对，我们上帝视角来看，也确实觉得他点门的话一定是能点开的。所以当时无限地窖点的一些灵柩的话，你可能有技能也不太好赶过去啊。这边直接选择跛脚羊。那入殓师我觉得大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双十一应该是教授。可能觉得本身大副的话也不着急去破译，而且他的话从大船不管是去大门还是海边被看到，你也不太可能说，哎呀有人露出来了，那我就去追一下。如果他追教授追这个小家，那入殓师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是，然后入殓师直接冲上大船，直接往中场走，想追入殓师吗？入殓的话，其实已经是拉的比较开了。那我觉得他带兴奋应该是3岁的，3岁是他主要目标了。我觉得找入殓师没必要。哎呦，板子后面苟过去了，苟住了，有点恐怖啊。主要其实跛脚羊大部分时间你要抬手放龙。他这个位置站的不是特别好，得往后退一点点，不然的话那个位置是能透过缝隙看到他的。看在这边已经进入到一个换位节奏，早换位，哎，贪了，想贪了一点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没有把握好，没砸到，很亏啊！这波没砸到，主要是亏在他那本书吸不出来，他笔记记不出来。而且后面的话，兴奋已经好了。对，走8字必考点，不太好去利用这个道具规避伤害了。是的，来，飞轮顶掉换，兴奋直接亮，再补个尾龙倒地，是太流畅了。那这样的话，外面密码机3个才对，都是半台啊。对。入殓师开局看到监望者往中场走，他是不敢看队友的，所以灵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作用。对他现在灵柩应该还是在自己身上那边。对，依旧也不太可能让大副拐太远了。教授这边是提前过来了，有化险为夷。而且本身还有鳞片的博弈，可以在椅子前多拖一会儿的。君少天能操作吗？骗鳞片。哎呦，那现在两个人是有点想互相去保一下的这种感觉啊。是的，对。刚刚监望者是想骗鳞片，看到求生者不招，我直接打了，很聪明啊，堵到了给他。
鳞片挡，弹开，然后再一个拆龙，哎呦，连弹2下，加大鳞片，是的，还能保吗？保他吸下一本笔记。他下一个书马上就要吸出来了，只要在这个板子再稍微拖一会儿，打到教授。但是2阶段，这波换位让教授过来砸吧。其实还好吧，你不招围龙，我不砸你啊。想疯，把这个教授放在外面去了。哎呦，教授不能帮忙拆。得看3岁自己啊，这边有一块对，板，哎呦，拖出来了，可以。但是姜文能后撤在脸上，能够极限钻一下龙，跟钻过来就没有办法存活了。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教授其实已经保得很好了，是的，等于是给他上了2个化险为夷了，拖的时间够了，稍微补回一点点节奏。他后面的隐喻已经吸了一半了，如果接下来救下来不是马上红圈的状态，还是有机会再牵制一下。对，一花这边提前过来，想后撤把你的隐身给破了，但是他没有出刀，是因为他不知道位置，他以为大副往回走了。第2波怀表没有摇到，第3波能摇到吗？是打到了小说家身上，能吸到这边。哎呦，他这边是确保3岁他能吸出来这个隐喻，是没问题。那后面的话就不管了。换位，哎，这个位置换过来还是要倒啊，感觉是得看一下他手里的飞轮。哎呦，这飞轮没用。对，飞轮如果用上这个尾龙，应该是要掉了，能再逼跛脚羊一个尾龙，但跛脚羊其实当时也有尾龙的，所以该倒还是倒，只是消耗对面的能量。包括说这一波交了隐喻换位的话，其实年锦他也是省了自己的兴奋啊。是的，这边预判他们的小木屋互补状态，但是确实是在，只是这个龙外面把他们给罩在外面了。钻过去了，教授这边有鳞片啊，大副怀表是交了的，其实还行吧，赚道具啊，赚了一下大副的道具，继续追大副吧，不追，想手机子，怕教授把这台灭火器点亮了。但教授的话，感觉现在是有机会把这台遗产给带走的，因为本身身位比较开，对，加上手里也有飞轮。不过如果交了飞轮的话，其实年锦这边也能猜到你的天赋。对，知道他没有回光返照，盾挡可以木压住。大副那边是摸到了一个香水，后撤这边有飞轮要交吗？不交，还是硬吃这一刀。而且正好是笼子也消失了，这密码机还是差着，想补个状态呀。入殓师跟大副，再补，很相信军少田能扛住呀。军少田确实也拖了挺久的，但姜万这边在犹豫，看密码机，这一波得倒了。军少田这波如果倒不了，那有可能对面要失误才行啊。后撤围龙钻过去，这边的话还有个飞轮，还是倒出来，没办法。这也有可能是不想交，也有可能想藏一下。对，因为可能就算交了飞轮的话，这边也不太可能牵制到那边补好状态再去贴密码机啊。对，年锦这位选手很喜欢在优势者对局当中呢，他每一波打完之后呢，都保证手里面多40点愿力，一直存着愿力，他是有容错的，他还没有被逼到极致。他愿力没有干过这一把，很爽，每一波都有更多的愿力剩余。那对于球胜来讲的话，2台一定要先破开1台，然后再过来。就之前说过的嘛，得要先抢1台，不贪密码机不行，有香水不能打，等他掉吧，愿力还有挺多的。围龙过去给一刀，来得及救吗？有传送，得去强救一下。没愿力能直接扯啊，好像没愿力啊，这扯了。教授下来还是得撑啊。对，这边教授还有鳞片。主要大龙那边想要贴到木屋的密码机还要很远的一个位置，而且现在灵柩是给到大副了。灵柩给大副选择挂，那教授活了呀。那入殓师那边马上到密码机了，他不能那个了。大副的话直接反到离门会近一点地方，直接贴门。挂大副有点给机会了，后撤，但看了一下密码机摇没摇，想过去管密码机，还说猜密码机，觉得密码机好了，直接传送。看一下这边密码机是抢到94，吃一刀能亮吗？没回光返照，但是有个飞轮，99亮完飞轮躲了。大龙这波操作太帅了，扛住了压，非常极限。那这样这一波的话，年锦他是没有技能了。这波能击倒，传送交了呀，我传够平局。而且现在愿力是完全赶不过去的。没愿力打干了，这一波真的是太秀了。而且那一波直接是在发觉你可能想要追击大副挂大副的时候，把灵柩给上，其实也给到年锦这边压缩了很多空间了。当时月刃是把灵柩给上，他是不能挂大副的，因为挂大副能反身啊。我感觉可能监王者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了，已经牵起来就晚了。灵柩给了之后，监王者挂上，哪怕你打梦之女巫，其实克制艾维有些角色也克制梦之女巫的嘛。同等控制对这种控场型的都差不多啊。我有个调直接追啊！如果我是带插眼的话，对我可以很快的把你逼出来啊。对，
但如果代差也没有兴奋，那画家的操作空间就很大了，很有可能26了。对，包括说勘探自己有可能会操作你。对，没错。看一下前期还是往医院的方向去走啊。先进大房子嘛，然后再拐这个飞行家嘛。移形是骗不了人的，他带的辅助特质我们是知道的嘛，上帝视角。对，这边很有可能你交了一些道具之后，一个异形赶到脸上啊。还同样的，先狗溜这个版本是不太好溜的，狗是很好狗的。对，这个地图还蛮适合去藏的。你看这些弯弯绕绕的地形，人都已经溜走了。往哪走呢？往大房子。对，那没有插眼，大房子也不能追。但是同样的问题在于，都在拉点，都没有人破1啊。这一波开局40秒，密码机只涨了20%，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划算。对，因为毕竟邦邦这边手里也是在攒雷嘛。是的，不过也没关系啊，他是邦邦，不是跛脚羊，他攒雷跟攒医院力是2个概念。而且这个医院怎么有2个人呢？对，勘探员不敢出去嘛，所以2人牵制了。但我觉得后面还是要分开一下啊，赶紧去找一个人匀出去破译一下。那觉得外面可以调一下这个画家，少天不可能不破译的，对不对？对。所以你觉得调配求生者？哎，你别说移形还是挺好打画家的，因为你看画完之后呢，距离拉远了，一个移形过去了。是，这边打一刀也是直接开了移形肯定交了，移形交了。但这样的话好像画是可以，画是能够放一个。但是这个画板炫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画板。没用了，倒了。前面可能要交一个弹射。是的，哎呦，这密码机看看，太少了，拼一下，拼凑一下，加起来1台半，挂个地下室，哎呦，出大事了这一波。重点是，哎，没有挂。看到那边会给你来几个西放的话，可能人挂不上了。他有勘探员，这波应该是挂不进去了，所以他为了求稳挂外面的，给他装点雷。飞行家准备偷人，卡的视角还是比较的隐秘啊。对，监望者还是难看到的。主要他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明处的那个3岁。对，没错。3岁这里也可能会帮吸一下，这样队友他救的会没什么压力。不过现在是看到了，直接扯了，打针对了，还行吧。但这一波好在是保证了他们所有人的一个状态。对，但同样问题在于密码机还是也过来了，这密码机谁在破译呢？野人修的真快呀！他隔的考研呢，他现在要是这破译的速度，第一台就是他亮的，主要前期也只有他敢修。对，没错。那这边3岁一定是要看帮忙拖一下这个时间了，但这样为什么又回到了这个？这边想要去很熟悉嘛，已经放好了。第2波吸慢了，没有算监望者的抗性。那感觉这样风险还是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得卖了。你在外面其实也可以稍微干扰一下的。对。这一波，但是也不划算。你看画家这个淘汰进度，但主要这个救人风险也会比较大，太大了。遥控雷得让野人过来。现在密码机加起来是3台密码机左右。他们现在只是换野人过来先卡一下啊，上猪了，是给你上猪，那就是救了，拼了。同样问题就是一旦，不对啊，这个人要被淘汰掉了，还要救吗？这要被淘汰掉了呀！对呀，因为为什么下猪呢？他的这个身上是有放雷的，他身上有雷了呀！看起来那个淘汰还有1/5，但是你要看那个倒计时，它结束了会一下涨满的。这是新的机制啊！这一波还去太莽了吧？如果要来的话，那就早一点。我是觉得可以走的，就是实在受不了，猪不下了。对，我就再骑着回去嘛。对，我是第一头猪，那这边下去再上去，时间完全来得及的。底下这个人是直接给了4颗雷啊！那你救不救呢？你不救我5雷轰顶，5颗雷在头上，那咋办？主要现在密码机差的也太多了，我觉得对，要不然也是先看2个人能不能拉扯走一个。我觉得要不真不救了，就飞就飞了。是的，队友有3不救，这不救那不救，还有那不救，把自己救了就行。脸上的话其实还占了1台遗产啊！你看刚刚那样，就是他本来还没有过半，但是那个以上的炸弹一结束啊，一下子就人没了。对，这没办法，没注意，我觉得可能是失误了，求生者这边救人的失误了。那现在很苛刻啊，这一把要跑1个条件。主要密码机差的很多，然后翻过去一个固定点，你翻就吃炸。躲了，是把刚刚的很多雷都给躲。看那么极限吗？主要是他也被炸到过一下。对，前面炸的。
这波2年得3岁，3岁要牵制2台半的，牵制2台各半的密码机，遥控雷收掉，身上有个磁铁，但这一波有说法，能吸吗？先吸晕，然后拉走的话，大龙那边密码机能开掉之后再去补鸟笼那台遗产。对，哎，这边是想要换一下目标。现在换不妙的，我觉得你就是莽了吧？你现在就先追他会好一点，毕竟他状态更差一些。状态差，而且飞行家道具是满的呀。对。他要怎么飞轮弹晕击倒飞行家呢？这边能击倒吗？差一点点。哇，在这个夹缝中躲掉雷。遥控雷这一波不能躲了吧？对，主要密码机差的还是太多了。这波能躲是要命的，想移形过去，想了一下还是挂。求稳，挂的话，我觉得大龙这边可以先在医院2楼去卡一下。这个应该很熟，朱雀应该很熟。对，地窖的话在踢墙，本身他自己状态比较好，有飞轮加有喷气背包。对，想想自己队友一花的口诀。对，感觉可以开始实行一下。对，这不救那不救。而且医院这个地形，你确实让监管比较难排的一个。对，没错。这有声音的，呼吸声音的。灯下黑还是好用，主要是这要是被发现，惩罚很高的。哎呦，有点想给他炸出来，炸到了。对，那你这样的话，可能直接是个残状态。悬停好像出不去，悬停撞墙。这个2楼其实是出不去的。对，哎，我这惩罚太高了，其实可以要狗，可以一直拉的。我就在2楼嘛。对的，站到2楼就可以了。这被发现惩罚真的太高了。哇，那这样的话也是4抓，完成了个4抓，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一个4黑，他的这个拉扯信息差就打不出来了，对，就非常依赖你前期的追击。你前期追击的慢，那你后期又打不了信息差，很难翻盘。虽然也有机会保平，但这把他要4抓的，是，所以说一定要任务是4吧，我觉得。而且可能也会稍微干扰一下囚徒那边嘛。如果亮标的话，其实他也要小心一下。亮标他也不敢收卡板。对。看一下进入到医院的一个位置，阿策也是在2楼。那他带闪现没有意外啊，追这个囚徒了。带巡视者是追不了囚徒的。现在的话是原生信徒在1楼上面踢完板去骗他下来，但是囚徒没有吃片啊。对，没吃片。那平地追有机会吗？韦伯定地触发了，手里面还有个强电流。对，还有电。是的，强电流。那现在等信徒过去包夹喽。但主要看一下季亚他的密码机的一个进度是非常快的。对，因为赶修啊。对，可能你这边等2边包夹一形成，已经是基本上3个半台了。主要是我起修，哪怕牵制不起来，我这把也是有机会走一个的。我的任务比较简单一点点，不需要非得牵制起来。那现在原生信徒跟过去，囚徒这边会不会意识到对面是闪现的？我觉得应该意识到了，只要追囚徒大概率闪现了。这边的话，闪现的一个 CD 已经好了。对，没错。不过阿策手里有个飞轮，而且他可以回到一开始连电的地方，看一下要不要续一下自己的。来了，飞轮效应要骗木鸭，我的天哪！一定要先这样躲一刀以后才能翻。真的是刀尖舔血，那这样子牵制，那密码机等一下还能充个电。对，他已经回来，他已经回来充电了。对，这可是快充啊，这个位置。对，手里第2个电球已经好了。那感觉这个牵制要冲着3台多去了，再补个寄生，那现在密码机肯定3台了，而且他抽空也连了个电，躲不掉了。是，队友这台80了，肯定可以让队友帮忙去传。现在强电流是可以处理一下的，故意送寄生的。送了一个寄生，送的有点早，我个人感觉送的有点早了。那这台密码机还是稍微被管了一下，不过毕竟92了。哦，随时都能补开。对，下波救完之后补开就可以了，让那个佣兵过来救一波，然后去补开。这台密码机差太多，如果是80，我觉得以东玄的梦之牛旋度可以压得住，但92，我觉得很难守得住。这边贴的也会比较早啊，直接过来救了。这个救人还给了个安全身位啊，这囚徒说不定还能牵制一会儿。对，因为毕竟他弹射可能这边比较好交啊，而且手里还有一个电。主要是还有个强电流。对，交了个窗弹。是的，窗弹往外面走，那佣兵把那台90多的密码机抢掉。那现在对于监管来说非常不妙啊，很难受，可以说巨难受。感觉再牵制下去，密码机都要压好了。对的。哦，这边还听到了开始翻箱子，已经开始准备。这边有个板弹，又送了一个寄生。那这样其实你是没有信徒云出来去控场的。
对。 你现在补不补寄生嘛？你补寄生，外面就不能再补寄生给其他人。对，而且这个人我开门战大不了直接再给你送一个寄生。对，信徒，2个信徒，你原神过去压一台密码机，重点是那台密码机你也压不住啊，古董商在，这古董商点不开，我不信的。是的。卡梦这个密码机点不开，我是一定不信的。直接来一个10秒钟。这10秒钟还是轻的了。是的。轻只要他感觉10秒钟足够了啊。对。 10秒钟足够了。人扯下来，其实可以找机会直接亮。直接亮呗，吸掉反射还不亮吗？哎，怎么说？什么意思呢？不着急啊，哦，亮了，亮了。那现在亮的也可以吧？反正监管者也没有拿刀的机会。对。同时无形点门给压力，这边可以考虑一下4吗？先管一下门啊，先管门吧，理智的，先管门是理智的。对的。 好，强电流，同时吸掉反射，地窖就在圣女巷，有机会啊！再补个寄生，这个时候主要佣兵，无心冲小门。对，佣兵你拦不住的吧？佣兵能拦得住吗？拦不住吧？拦不住吧？他主要手里还有道具啊，没道具肯定拦得住啊。但现在有道具。能走门啊，一定能走的。对，要死跑了。他过去了以后，信徒点。 传送过去，看看能不能补个寄生。但门已经开了，而且寄生在 CD 啊，他要原身跳过去。主要是想操作。卡梦给了2消，飞轮激光消。怎么说能爬吗？没有啊，插个飞轮。哎呦，爬出去呀！要死跑了！那边是地窖。天哪！天哪！第二，那我不如说再去摇摆一手，因为年前的话，其实他艾维的话也是在赛场上打过比较多。主要是这个角色，这近期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真的让人有点合理，地图合理，然后阵容角色合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确实近段时间艾维的表现呢，让我个人有一点点的小怀疑，就感觉他没有歌剧那么稳定的拿分。稳定，因为他的任务比较简单啊，他可能想的。 看一下，也是现在14人跟本体是2个方向。然后先知的话这边直接起追了，打算。而且先知都是60啊，还是比较高了。好。先知这个角色呢，可能正常情况可能直观的感觉啊，可能是被艾维克制的。但是其实先知这个鸟呢，个人觉得哈，艾维是有点烦的，毕竟艾维拿到效率比较低啊。这个先知1鸟你是得要处理的。 哇，这一波好爽呀！一口气干了2台密码机。对，中场跟这个2楼下全都给连贯到了。永眠阵也太适合时空之影了吧？对，然后他密码机基本上都是追击一条线上的事儿。对，没错。这边也是顺道来看了一下墓地这边。你看这密码机，现在了第2波了，先知马上就要再被精神寄宿了。密码机加起来多少？1台不到。他的寄宿 CD 都结束了嘛？梅斯这边想要去飞轮顶掉侵蚀度，没点出来吗？ 那但监管这边瘫了，是他想要高侵蚀度拿一刀，就是跟他选艾维的理由是一样的啊，我都要。我想要最高的一个收益，我还想把我的那个异族本相给用上了。对。那这个位置异族本相没喷到，再附身吗？近板附身，不敢板搏。但是因为闪现招了，先知是不需要预判你交闪现的，对，他这1鸟就可以捏得很死了。而且主要刚刚赌洞是个地下室，他其实也最好先。 离开那边的位置啊，这边躲掉了一个本体吼。这个距离应该是得要交1鸟的。对，异族本相被吓到了一个隐身后，已经是82的侵蚀度。这边在干扰一下密码机破译，但是已经亮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对对监管者来说，那你也没有拿先知的刀，进板了，板子要直接盖，再把伊森拉出来，板子贴了，同时异族本相得要先靠过去，看看能不能异族本相到。能不能先在他交鸟之前给可以分满了。 鸟没有交出来，这个是太难交了，这个1鸟要交出来太难了，就只能我预判你，或者说我不管了，我交鸟就硬拖这几秒钟的时间了。对，这种预判如果是真的交出来，哪怕预判到了，那确实秀嘛，但是预判不到，那亏太多了，所以不预判是最好的，我个人觉得。那对于监管来讲，我觉得这个击倒时间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是艾维嘛，所以说密码机其实还不到3台。所以再把伊森拉回来，看看守墓人怎么说。 有震颤，能无伤救吗？还是稳了一手。对，想保6吧，应该是保先知6吧，因为他们这把真分了，侧刀，但打到了针对，太精准了。而且开了2阶。那坏了，下一波这个1鸟不能乱省。哎，这边打过来是没有防范到啊，直接拿到了古董商状态。他是古董商是想着你过来就过来了吧？对，有点想强修啊，但是那可能得做好他过来的时候先给棍。但监管者可以回去的呀。 回去你过来不纯亏吗？
主要还是掉状态了，对的。对，状态掉了，很亏的。那看一下这一波的话，肯定还是要过来去救一波，看是木偶师还是补状态，打艾维补状态。那这样的话，这有点不好补啊。完了，这不全都不在破译了吗？这能补吗？真能补吗？可能能断断续续的补一下。我觉得监管也可以出去了，现在就不要出去了，因为侵蚀传送 CD 已经好了，刚刚可以出去啊。摸得很慢，但还是能摸好。那密码机这半波是没有掉的。顾龙商得过来吧，这顾龙商不过来就把白打了。前面那现在淘汰进度其实有点极限很危险，打一刀99控满，那这边人救不下来了呀，那人还好及时摁出来了这个变身，就好在不然的话可能直接大龙也要倒了。所有的布局都是亏的。对，首先你互补状态被发现了嘛，其次互补完状态之后为的是什么？古龙商过来救，古龙商过来保。其实如果当时没掉的话，就不用有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对，就是有点连锁反应了。对，可能有一波给了一点机会，那后面的话就是有点难以挽回。是的，末世救下来之后导致古龙商跑过来是白跑了的。那现在闪现直接开打93点侵蚀度，满棍，也不用转世一下吗？再把伊森拉回来，看看能不能莽掉古龙商。不是，想要去让伊森去干扰一下木偶师破译，然后本体传出去，让守墓人不敢破译。对，如果说这个时间段再把守墓人的状态打掉的话，整个局势就已经完全在年检这里。都是陶片呀，10000个陶片，正颤往外面走。对，现在正好是一个铲子的真空机呢，能拿到这一刀了。等个本体的异度本相可以摊完了。那这样大家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去修了。年景这位选手操作真的很细很赶呀，对，就算字写在脸上，前面有一波没有那么完全摊到，但他后面还是会这样选。对，因为他不会考虑别的，他不会考虑我这波摊不到一些后果，他只知道我大概率能摊到，我相信我自己。所以说这一波就打艾维，他就打出这种效果来了。现在全部状态比较差，但是密码机都是大的遗产。主要那台88还好，有2台60、70的，其实有点难补啊。你不是满状态的话是不敢过去的。但主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对局里，他们又没有什么时间去互相调一下这样的时机啊。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往回走，这个位置土，想给下出来。是的。主要场上的陶片也比较多，就算你有一个追击的一个明确目标，但另外一边也不太敢马上去破译。还是要先去拆一下。是的。那这样的话，闪现就又给拖出来第3个闪现。这里的话就有点白白消耗掉一花它的一个铲子了，因为另外2边其实也不太敢修太多的一个进度，只能一点点耗，每一波耗个几%的进度。对。那监管者我可以给你耗点，首先你没有状态你补不了，其次我闪现 CD 慢慢读的比你快。是的。那怎么办呢？很难受。能不能找个箱子摸根针啊？摸到根针还能打一打。看一花的箱子摸什么？摸魔术棒。魔术棒，那有打艾维有用处，但对于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最需要的是状态啊。对，需要是针。因为你这边我很可能，哎呦，反绕到了。哎呦，不对，这个不应该啊。队友可以看的呀，在天上的。那可能这边击倒以后，沟通出问题了。对，那本身他击倒就在 S 版那台大遗产了，那现在年点他在本体站到这个中场，沟通出问题的，那现在出大事了。因为确实，看这边挂上之后救人要怎么救了，就是很难救，太好救才够。对你本身半状态，而且修的人有可能这边直接叠满了，没办法呀。另外一边人都还没有贴到，他就只能拿命去点，他没有办法。对，拖一下队友那边，至少先把人给扯下来。我这边万一一松手一跑掉，那你回去的话，另外2个人还是走不成。85的密码机了，很多。这波姚路易能抢点吗？过去姚路易，但是被抽倒了也没有。不是，这密码机3%，姚路易抢点行不行呢？可能怕被震。可能他们想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啊，我害怕说我这个在圈子里我摇了墙开了，我会开了之后我被你叠满。对，就开了也没什么用。那这么打，来了，那个魔术棒的作用了。对，直接出了这个圈。对，不然会被叠满。那走平地也要倒了，这个距离。主要是另外一边
有人上移，将往里移速是有加成的，这个速度很快了。而且还要先拆一些陶片，不过这样对主要是可能要往独栋挂了，那个地方远。 有点难救了，远挂，远挂，对的，地下室挂不了，挂外面。这个大空地，你哪个方向过来都可以。是，刚刚那个椅子比较近啊，都。主要是大空地本来哈，正常来讲吃一刀亮，我救下人之后呢，可以一口气打3连棍。但大空地它是打不了3连棍的，一组本相，一棍，2棍，哎，可以啊，这个距离。是的，还是能扯的。还是能扯。对，主要看一下他们在铺垫呢。密码机那边能不能顺利的亮起来。打工商针对直接亮，3人开门战。 看一下手里是有闪现的，而且其实这边相当于已经守住了墓地门啊，那个陶片是离门非常近的，也很清楚大龙的一个位置。是的。另外2个人刚从独栋这边分开，这个门也不敢点。就像之前那种打法呗，两边门号，本体在一边，医生在一边，本体有闪现，闪现开了刀之后，哎，骗路易骗到了，先把板子踢了，敢碰吗？不碰门我不点，我不碰门我不附身，我精神技术我就不用，你一点门我就用。是的。 反正我现在就找机会贴近求生者，这边古鲁伤在脸上，古鲁伤有飞轮，他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点的给机会了。主要他大空地，就算飞轮了以后，还是在大空地。对，他得交道具，对，太亏了。那把人挂上，这边门口只点的22%。对，而且本身古董伤也是个2挂，现在想拖完挽留去救一波也不太现实。还能透视位置。对。再把伊森拉回来，再传回去吗？ 也知道大龙一花的一个具体位置了，这边看一下，你可能想来救人，因为那个伊森的精神技术之后是可以透视求生者的位置的。再把伊森拉回来，那守门得挂飞，但是地窖点就在这儿，大龙还能再用一次路夜。但主要如果他被逼到墓地里的话，就有点难走了。因为他现在到斩杀线，一组本相到了，等他那个掉了，哎，失距坏了。 但没有顶住啊，而且失距也没用。对，主要是离地窖还太远了。你就算这一刀让我弹到了，其实还是比较难过去啊。是的，那这样子因为有点折磨。对，你一旦变身之后，可能记者会好一点，其他人全都是可以操作你的。那你带不带兴奋呢？你不带兴奋，那前锋就可以无限操作你了。对，但你带兴奋也这个前锋你要面对他，你是闪现去追击他呢，还是带个兴奋去躲避他呢？看你选择。 而且感觉不只是前锋啊，就是还看探员。对，因为外面总归有个气象在嘛，对吧？你可能前锋 OB 完了，我把该逼的逼出来了，那没事，我换看探员再来。是的。开局直接去找这个记者。甲门的一个位置。是的。地跟刺能蹭上吗？没蹭上，直接下大平地。对，把你往外围去逼一下。寡言封板，但是他是寡言预判，他往其他地方走，可能是。这边的话，卡莫也是通过一个娃娃把那边的一个板子给隔开了。对你不太敢过啊，你绕路的话，其实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是。那现在一根刺上到了，还有一根刺接下了，那这波夹子得要精准的夹到走位。夹到了娃娃。夹到了，奥菲有点亏。是。 这个幻影的作用是纵出来，主要是本体躲了嘛，然后再进入到板区。对，在幻影的旁边有加速，所以还好。怎么有队友过来了呀？什么情况？就是看一下，想上班的嘛，就是看你什么时候上到第2根刺啊，那个人可能就来了。但是这边卡莫其实走位已经是很好了。哎呦，这不就刀了？是。哎，那砸头。 那吴昕现在亏密码机啊，这波在旁边边缘 OB 有点难受，因为他其实现在这个节点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刚刚是有点可惜了，不亮不能亮，平地追他就一刀就行了，因为他有那个成瘾症以及困兽之斗，是抗性拉满的，前锋撞是不划算的，而且本身我只要不丢视野，我变身之后还是能很快的找到你的。重点是现在有穿刺之轮，能上刺，稳定的上刺，马上就可以开2阶的。现在背关背走，对，他状态本身就不是慢的，本身就有根刺，都不需要我的穿刺之轮了。对我直接过来一个背关就可以。那另外一边的话，圣短语给前锋调一下状态。是的，这是气象的好的地方哈，他能治疗队友，也不耽误自己破译，就可能被治疗的人是要站着不动的。是的，上一根刺，那刺手里是有飞轮的。没错。这一波直接救下来之后，因为监管已经去2阶段了，这要牵制的有点难吧？
戏谑。不过好在刚刚尖刺是在寡言手椅的时候寡言甩到有点歪交了，看这一波了，得木压了，能不能扛到？来吧啊！但是你要木压，但你后面你就看不了了。我相信他可以木压监管者的刀，但是甲子他在后面，你要前后两头顾有点难受。哎哦，有兴奋，那这边再打一刀，再打一刀。咦，为什么站着不动？刚刚想骗监管者打刀，可能是。切插眼了，准备打拉扯了。密码机现在已经是3台多。吴昕现在比较危险，他手里没有飞轮的。是的，往外面看，但是已经到以下了，救下来了。对，这边是气象去救的，还有再来一场雨，那我能不能先给前锋上刺呢？先别让他那么舒服。不对，给他上刺其实没关系啊，因为不下车。你不下车我就不用躲呀，对吧？对，我身上100根刺都没关系啊。是的，没错，1000根刺都没关系，你不下车我倒不了呀。是啊，这边记者的话，戏谑，甲子可以。那看前锋了，因为这时候监管者切了一个插眼，对，兴奋也没有了嘛，用了在 CD 嘛，然后切插眼了，哎，好准，倒了。哎，有机会，哎，真有机会，因为我这边挂飞记者，挂飞了以后，马上这个人续节奏。对，而且我本身是插眼啊。这个图对于破轮来讲，机动性那么强，我来回去管密码机效率是很高的。插一台密码机，先看密码机应该是在墓碑区域以及，哎呦，这个密码机太远了，甲门墓碑。主要是气象刚刚一直是给到前锋这边辅助嘛，所以说他现在道具其实没有特别多，可能只有1次了。对，三角形密码机啊，甲门，然后墓碑区域以及独栋，强风吹过来，但是因为在椅子附近有 debuff， 没有道具了。就是能救的。是的，直接上车。那边的密码机是新起，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边很有可能有一个2次上野，看能不能。哎呦，好。那这边直接可能一个悲观就倒了，但是悲观就倒了，他是因为飞轮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嘛。那这边想打我吴昕刚想说他准备一波撞救，对的，就是好，那有一点点的难受了。对，感觉他就是主动站出来说你就追我，不要去管密码机啊！我这边倒不倒，但是我要保证我的密码机能亮。哎，上车了，不急，这波拉球能到以下吗？戏谑能打断嘞，他已经没有戏谑打断了，但是甲子没给到，没关系，悲观北倒，那边99密码机能亮。是的，再打一刀击倒了。是的。那我觉得挂了，能挂上，挂飞，然后门没开，那我觉得还是守护住他们净胜的。目前来看，我至少管一个门嘛，我先管一个门。那看看求生者这边能不能争取2人2跑了。对。前锋这个门应该是不太好点啊，现在进度差的。哎，或者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监管者这一波管的时候不管这个救援的人，这个人无所谓了，给你救。先把这边的前锋给处理一下。对，没错。踩中。哎呀，那边能救。刚刚救下来。对，这个门。剩下这2个人能跑吗？另一边如果走另外一边门的话会比较难啊，因为挂上人直接赶过去是很快的。小铁这一波是直接蹬鼻子上脸了。我要抢点这边啊。那他肯定要抢点，要争3啊！看这里还有磁铁呢。对。要争3了。但这边有点危险啊！如果有一个2阶，这个飞轮没躲掉的话，这个门我是动就开的。来了。那得给至少1个人上2根刺。磁铁在，有可能3-3跑的这个磁铁。现在前锋身上只有1根啊。对，1根夹子能夹到吗？躲掉。这边气象是躲了。不急，得夹子，得夹子了。夹子这边勘探员在很烦，哎，有点难受了。心想着，还想着怎么把队友给卖了或者怎么样。对，都可以拔刺了，都可以尤其是3人的话，考虑3跑的问题了，想扛侧刀，哎，到了。地窖呢？地窖在甲门好像。好的。在甲门的位置。在甲门，但他不知道。他有点迷糊了，感觉。是，那这一波不过手里有一个飞轮，看能不能但没左夹。没办法了。是的，没办法了。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甲对，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而且在第3局的话也还是拿到了一个净胜。是的，虽然没有做到3跑，但是平局够了，对他来说。对的。2局啊，2比0啊。是。